哈哈，最近很夯的台剧《谁是被害者》，虽然是在我们 Netflix 上面播，可是真的变成另类的台湾之光。现在打败很多韩剧，是现在 Netflix 排行台湾剧的收视冠军呢。我们看到男主角张孝全耶。孝全，我跟你讲，我看完这出剧之后，我上一次专访你是《醉梦者》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说，哇，我对你改观，但是这次我更加改观，我真的很想要下个赌盘，就是明年的金钟影帝就是你。哇，压力好大。天哪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。哇，你这一路走来，从一开始是像是偶像派的演员，现在完全是实力派，尤其是这个亚斯伯格症非常难演呢。就是当然，我觉得比较爆发性的在那边捶东西的那个，我觉得那很戏剧化的演出，反而是维系的东西比较难演。其实跟导演还有编剧有很长的时间，我们是在桌上，不只在理解雅思的人格特质，然后从学理上，他会有很多。人格特质跟状态，不止雅思的轻重程度，还有再一个是他的成长环境、家庭背景，还有所谓社会化的程度是会有不同的。对。所以当对雅思有一定的理解之后，最后还是必须回到故事剧本上。可是你有很多就是非常非常细微的表情，比如说例如眉毛的抽动啊，因为我自己也有雅斯伯格症的朋友，就那种细微是感觉你身边是有。参考对象，你才能够观察到这样子的。我觉得，眉毛，然后眼镜这个东西，其实是，因为我觉得这次自己也是很投入在这个故事跟角色里面，那也做了很多的准备。那我记得会有这个动作，其实是第一天拍摄，就是在酒店那一场戏。然后当我换上戏服，戴上眼镜，因为对于方一任这个角色来讲。其实到酒店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其实是完全跨出他的安全范围，对，所以其实舒适圈一到那个地方，他就已经在承受压力，是他平常不会碰到的压力。所以带着这样的状态跟心情，当进到包厢里面，那样的动作肢体就我不知道很自然的出现了。拍完之后，导演就说：“你刚刚那个是你。”之前设定，我说不是，是我衣服晃晃到那边，我感受到这个东西，然后我觉得好像是这样，就会这样。然后他就说，那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变成是当他遇到压力状况的时候的一个状态，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个角色堆叠出来，就对了。你刚刚在讲，就是你才比划个2下，方一任就在这里了，我就看到方一任演完这个角色会不会有后遗症啊？你会不会变成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你生活的一些小动作、小习惯？其实没有。但是，我自己有感觉到，因为拍摄的过程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很多不确定的，因为毕竟雅思不是我能够完全理解的，人格特质跟状态，所以其实我自己压力蛮大的。孝全在当爸爸之后，你整个人成熟非常多。你在投入这个角色的准备当中，你自身的经验跟这个角色有任何的相近？你要怎么样让自己进入这个角色？可能是父亲的这个部分，我觉得现在跟以前会有一些差别。当孩子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，生病或是什么，你会感受到，你会知道，孩子在我的心目中。他的位置，他的重量，你会替他牺牲什么？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当父亲前跟父亲后，我觉得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对。但是你真的有办法把李牧当成你自己的女儿吗？因为其实你自己的孩子现在弟弟才1岁，对，所以其实跟你戏里面的女儿的年纪是差非常多的。那当然，他的际遇也差很多。对。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父亲，也不是像剧里面这样。对，就是一开始知道我的女儿这么大，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有点，我不确定我的状态在她旁边，我会不会不够成熟，年纪看起来不够，所以那个时候选择让自己是不是如果稍微胖一点，是不是能够看起来更有点年纪？对，就是更成熟。最经典一场戏就是你跟李牧在
悬崖旁边的一番告白。你当时真的有很入戏吗？还是其实因为听说那天李牧其实哭了一整天。对。你当时真的就是有感觉到自己是李牧的爸爸？有。就我来讲一下那天的状况。其实那天我觉得拍摄，当然我们在悬崖边，当然整个现场的环境，因为我们在郊外，当然不是那么的舒适的地方。但是我觉得那天拍完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李牧，然后导演，然后我，然后还有一些工作人员，我们就留在悬崖上，针对这一场戏，然后做了一些讨论，明白角色在来到这里之前的可以说出来的状态。那我记得我看完戏之后，有看到李牧的访谈，他有说，其实那场戏他有很多的想法，本来有一些想法或者是设定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实际拍的时候，他发现完全不是那样。其实我也是在那个当下，我也是已经失控了，我台词我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。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在那当下，我觉得是彼此相信了。你们相信彼此的关系就是剧中，对。所以你所有讲出来的台词，其实当下真的都是你的内心话。其实是有顺着台词，但我有一些可能没讲了，然后已经是乱的了。我很努力，我希望可以让他快乐，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让别人快乐。我以为我成立一个家庭，我以为我结婚，我就可以跟别人一样，但是我只是一直伤害你们。我以为我离开，事情会变得更好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求求你把手给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现在你来了，妈妈的遗愿就要完成了。那你看到那个李牧掉下去的那一刻，你当时有没有心里面的冲击很大？虽然他是在演戏，可是假设你已经认定，你已经非常进入这个角色，认为他是你的孩子了，那一幕其实对任何一个爸妈而言都是千刀万剐的。其实刚开始看会觉得方一任为什么要跳？他可能在很多感性上面，他没有办法有连结或者是同理，他只能用他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情感。可当你理解之后，你会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那往往可能他做的事情是最直白、偏激，然后你看来是很笨的事情。但那是他一个表达的方式。就像每一个人都是个独立的个体。你不能因为别人做什么事情说他不对或是什么。所以这个角色也没有带给你一些改变，有吗？我相信每一个角色都会带给我改变，但我也相信那个改变绝对不会是当下的。就像我觉得人生的经历不是因为一件事，对，当然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是因为一件事一个人改变，但我更相信是从你出生以来，你所经历的会成为今天的你。尤其是这个改变还包括你的外形，你说你吃胖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你人生最胖的巅峰吗？差不多哦，其实也没有90几公斤，差不多。那也还是很标准啦。现在有想要瘦回来吗？就是之后有积极瘦回来吗？没有，之后的角色也是一个爸爸。哦，也是一个爸爸，就稍微所以就可以继续，也就稍微瘦一点，因为女儿年纪稍微小一点。哦，所以女儿越大，爸爸会越胖，这是孝全的认知。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特别的是，他有很多专有名词要背。那个台词我相信非常的艰涩。你有去是真的接受法医的训练，或者是你在背台词的过程中有非常的痛苦吗？就是刚开始如果就台词用背的，其实是困难的，因为有很多专有名词，所以对，其实我后来发现，就是你要容易把它记起来，是你必须理解这个专有名词，或是某一个菌种，或是什么，它在人的身上，或是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。当你理解，那所有的画面就会很明确。人家可是念了4年的或者7年的医学院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，你可能几个月就理解了。所以可能是比较片面的吧。哦，但是还是你全部都没有，你有 NG 过很多次的经验吗？有哪一场戏你记得吗？在讲什么东西？跟
跟徐海英在讲所有遗愿者的过程，自杀的过程。哪一个词让你最卡？我每一个人都有让我卡，对，因为要用很快的速度去说。溶尸焚尸，自己怎么闹？证据呢？溶尸案完全没有凶手进入房间的迹象，因为从头到尾只有尤承浩一个人进到房间。他戴上手套，拿苏可云的证件，打扮成苏可云的样子进到房间。进去之后，他把现场布置的跟苏可云的专辑封面一模一样，接着把浴缸的橡胶水塞换成另一种耐强酸的材质，再把浴缸放满水，从行李箱拿出食人鱼酸，把食人鱼酸倒入聚乙烯容器里放进浴缸。接着，尤承浩替自己注射芬坦尼，根据检验出来的芬坦尼浓度，他大概3分钟内会死亡。这个时间远远短于食人鱼酸腐蚀聚乙烯容器的时间。尤承浩死后，食人鱼酸流进整个浴缸，尤承浩的尸体也开始腐蚀。最后注射芬坦尼的针筒和注射活塞被溶解，但金属针头留了下来。焚尸案，苏可云拿到张聪健的磁卡进到浴瓶上成立，走到窗边为自己注射芬坦尼。他死了之后，那火呢？苏可云衣服的袖子里有一根塑胶管，里面有硝酸钾。硝酸钾在高温的时候会分解出氧气助燃。塑胶管隔绝了燃烧的火星，在芬坦尼发挥作用之前，他在身上倒煤油，然后点燃引线。张健死在装笔药的木雕仓库里，我在那附近找到了一个残留芬坦尼的空针头，那个针头上面只有张聪健的指纹，从指纹分布的方向判断，应该是自己注射的。尤承浩想要当女真，苏可云想要他的专辑被报道，张聪健想要搞垮他的公司，这3个人在他们死前，所有事情全部都被完成。所以庄秉荣他的遗愿，很有可能是他的作品想要被报道出来。那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先前有访我像世贤哥啊，就是包括李牧他们，我全部都有访。然后他们说，方毅任是一个很白目的人，然后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。我现在给你一个官方辩解的机会，你想要跟他们说什么？谢谢，这果然谢谢你们的包容。这非常的方毅任哎。好，非常谢谢孝全，希望看到更多谢你精彩的表演，然后也预祝你得到明年的金钟。谢谢，在这里，耶，谢谢，谢谢。先示范一下。就挑呗，用脸部跟这边的肌肉去推眼睛，对。哦，这是放大镜的。老花眼睛，你怎么办到？你当时就是在酒店那一场戏，你就突然想到这个动作？不是想到，是在当下的状态。就这样，我再扎假睫毛就掉了，很难呢，要推动它很难呢。你连脸上都有肌肉就对了，要推动它很难。原来方毅人就这样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